我提一个问题，徐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我对您的那个经济学的逻辑深表怀疑。因为您说的是您的就是比如说政府减少政府的管制，对市场的管制，然后让很多私人企业等等接管整个市场，是吧？其实您的这一套逻辑啊，在我看来是从1973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就开始了的。您的那个逻辑就是基本上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是一套，我不知道您是否否认这一点。我不知道您讲的新自由主义它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撤销政府对市场的很多监管，像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然后就刚才说的，把很多大型的企业，像国企一类私人接管，像石油化工、矿藏等等私人企业接管，是这样吧？是吧？那如果你按这个标准来衡量 ，yes， 是的。对，我的概念是这样的，因为您的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在世界上已经实行了，从70年代到现在已经实行了近40年了。40年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的，但是您没有介绍。我们关注很多像国际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觉得是造成的是灾难累累的后果。像拉丁美洲，1973年是美国是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是中央情报局支持策划的，把民主选举的总统阿连德轰炸总统府，把阿连德直接干死了。然后就皮诺切特军政府开始管制，实行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弗里德曼，您的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后来在新自由主义就在当年芝加哥学院的那些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然后他们从美国毕业就到了智利回去实行他们那套的经济学，同时是皮诺切特搞的在军事独裁，然后在国内杀了20万人消失。这个时候，弗里德曼在1970年代忘了具体时间了，去的时候就说是智利的经济实验是一个奇迹。当时智利已经搞的是非常痛苦，国内非常痛苦，连民营企业都非常痛苦，而很受益的是谁呢？跨国垄断集团。这样的例子不光是在智利，在阿根廷、在巴西都曾经出现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他的经济学的根本逻辑很怀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国企从所有这些像中国移动大型的垄断，像石油化工，所有的这些军工领域等等类似这样的领域退出之后，谁接盘呢？按你的观点是民企接盘，按我的观点是不可能，民企接不了这个盘。为什么？民企，中国哪个民企有实力在接中国联通、接中国移动、接石油化工、接这些大盘子？没有一个企业有这个能力，谁来接？只有外资企业来接。所以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的逻辑就是说，这个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这个概念，不是说你国家从市场退出，让私营企业家接盘，不是这个概念，也不帝国主义阴谋论，对吧？最根本的概念就是谁接盘，只能是外资来接盘。所以这个国进民退与国进不是国内事务。您的这个经济学自由主义就等于帝国主义阴谋论啊，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不光在拉丁美洲是这样的，在东南亚国家也是这样。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是有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2005年的国务院研究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只要是对外开放的产业中，外资控股绝对是前5名，都是外资控股占多数。28个重大产业中，21个外资控股占多数。大家自己看看，你们用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一个是你民的？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的论点了，我来简短的答复一下，然后我们转到其他的听众，好吧？转到其他的朋友那里。你所说的拉丁美洲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对吧？如何与事实不符？我今天呢就没有时间在这里说了。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即使你说的拉丁美洲的情况是真实的，是吧？也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况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中移动、中联通、中石油、中石化都民营化，是吧？我们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接盘啊，我们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接盘啊。这个在电信设备的制造商方面，电信设备的制造商方面，我们看到了华为。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接盘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的话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的话如果你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到行政垄断行业，他永远没有能力接盘他永远不可能有能力去接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民营企业
啊，根本就没有民营企业啊，在没有民营企业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谈民营企业接盘？啊，你要让民营企业接盘，你必须给他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而这个生存发展的机会就来自于解除政府对诸多部门的行政管制，啊，这是行政垄断啊，完全有能力啊，这个我坚信不疑。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民营企业的不断的涌现啊出来，今天已经具备了这个力量，已经具备了这个力量啊，所以这个不存在问题啊，这个不存在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啊？问题是用种种的理由继续的保有行政部门的垄断啊，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啊。这个一旦打开啊，我丝毫不怀疑啊，这个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成为这些行业中的骨干企业这种能力啊，在凡是政府放开的行业中，我们发现骨干企业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我可以发个言吗？啊，我就是金融学博士。哎，好，应该是叫年老师，师兄弟，西安交大。啊，对，金融学博士是在西安交大拿的。OK， 但是我在北大经常来参加，所以说北大大家有一个师生之间的互动，所以的话你不要介意。对，我想听一听徐老师对于资本论的评价，谢谢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包括了古典哲学的一些，包括刚才另外一点，你刚才提到一些烂，这个烂不烂，最后时间会做出判断啊。如果2000年之后呀，什么什么战争的书还在印，那我错了啊，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咱们先不用争论啊。我需要道歉的是，这个烂字用的不妥。啊，烂字用的不妥啊，起码对人家作者不够尊重啊，这是我需要道歉的啊。但是整个结论我不变。对马克思的评论，因为这么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我在这3言2语实在是很难以把它说清楚啊。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人民大学读了整整1年啊。然后我在外边学习的时候，又上了一门《资本论》的课，啊，你可能会感到奇怪，啊，美国的大学里为什么会教《资本论》？美国的大学里什么都教，啊，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他也教，批判资本主义的熊彼得他也教，他不管那么多啊，只要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啊，大家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啊，在教室里，在书斋里啊，都要有平等的机会。他不会焚书坑儒啊，他不会废黜这个百家，独尊儒术，他没有这个啊。所以他才有今天的研究的和文化的繁荣和思想的繁荣啊。这个《资本论》所有的基础啊，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啊，劳动价值论简单的讲啊，仅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是成立的，在现代经济中，劳动价值论根本就不成立啊，在现代经济中，劳动价值论根本就不成立啊。如果劳动价值论不成立，资本论后边的推论和结论就都出不来了啊，所以这个《资本论》的理论基石啊是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那当然也有人说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从亚当·斯密那来的，是吧？斯密也这个讲过劳动价值论啊。用现代的逻辑和经济学，我们可以证明啊，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啊，劳动价值论是不成立的。后边的推论我们就不用推了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啊，这个剥削程度不断增加，利润率不断下降啊，最后是这个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后边这些结论通通的推不出来啊。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介绍几本书，你看一下，但这些书都太数学了啊，它是用数学严格的去证明。对于这个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啊，我最近碰巧做了一点研究
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啊。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我不是研究哲学的，所以我只能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啊。大家都知道马克思韦伯的名著啊，这个名著我不给大家推荐，因为它读起来晦涩难懂啊，语言非常的生涩啊，读起来一点不赏心悦目。我相信各位第一页看不完就扔了啊。这个韦伯的名著啊，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什么首先在新教国家出现啊？在荷兰，在英国，在瑞士，在德国，在美国，为什么啊？韦伯就问啊，这些国家都是新教国家，那么由于宗教改革，新教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工业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出现的。韦伯就问，是不是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或者决定了经济基础？这和马克思正好相反啊！尽管两个人都是马克思呀，这个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啊，这个韦伯提出的问题就是宗教改革、新教的确立啊，是不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铺平了道路？那么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维方式来看这个问题，立即就会说这叫历史唯心主义，对吧？那他说的是思想意识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确实这本书出版以后也有人批评这个韦伯说你这叫历史唯心主义韦伯特地为此做出了回应说你这本书是不是针对马克思写的韦伯说有可能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我这本书是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写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历史唯心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历史唯心主义这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它主张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终极的推动力是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历史唯心主义如果我们挂这么一个招牌的话那么它讲的就是人类的思想意识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韦伯说这两个观点我全反对，我都反对，我既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赞成历史唯心主义那人家问他说你的观点是什么？他说我认为心和物对人类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作用，我都承认，但是就是不能唯。我反对的是这个唯字儿，我既不反对心，我也不反对物，我反对的是唯这是韦伯的观点所以我们这个在研究前人的学说、前人的理论的时候我认为要开拓我们的眼界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弗里德曼教授，您认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谁？当然除了您之外。弗里德曼的回答是什么？弗里德曼的回答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认为本世纪上一世纪他获奖是在上一世纪上一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他为什么这么说？没有凯恩斯就没有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一生的事业就是证明为什么凯恩斯是错的。没有凯恩斯就没有他没有对凯恩斯的深入的深刻的理解，就没有货币学派同样我知道在座有一些是这个奥地利学派的信奉者奥地利学派的信奉者，如果你们不了解新古典学派，如果你们不了解主流经济学，你们就不是奥地利学派。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对立面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
奥地利学派的信奉者和追随者。我拒绝承认你们自诩的奥地利学派，我根本就不承认因为你们对你们的对立面不理解你们不理解，你们是盲目的在追随奥地利学派，你们不是自觉的，不是通过自己的思考，不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在追随奥地利学派所以我为什么说奥地利学派它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观点和洞见但是奥地利学派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你必须要认识到，任何一个学派都有局限性就像凯恩斯学派一样它有它的深刻的见解，但是它有它非常大的这个局限性，而且它在逻辑上是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讲的读书学习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家你不能像这个不可能像这个宋朝的这个宰相一样宋朝的宰相赵普他说我这个治天下是怎么治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现代社会没有这样的事儿，知识体系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你要是在这里边只捡到了一个小贝壳你就宣称找到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这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你的信仰越坚定我对你是越怀疑读各种各样的书中国的、外国的奥地利学派的、凯恩斯学派的这个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的、新古典的你都要读在读的过程中，在各种观点的交锋中，在你自己脑子的交锋中你来自己下一个判断这是对现代社会我们讲的这个公民理性就体现在这里，它不是信仰，它是经过思考和理解之后接受下来的